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最流行色安可拉红，该怎么穿？黄黑皮具显白，大方光彩，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去年美拉德风潮席卷了整个时尚界，一时间各种泥巴色的装扮成为了街头巷尾的流行。从高级时装秀的 T 台到日常生活中，人们都渴望尝试这种颜色带来的时尚魅力。然而时尚总是瞬息万变，随着潮流的更迭，今年的时尚舞台被安可拉红所占据。安可拉红，这是一种介于红色与黑色之间的独特色彩，它既不像炽热的红色那样张扬，也不似沉闷的黑色那般冷淡，它带有一种深邃而温暖的气质，让人无法忽视。在2024年，无论是星光熠熠的明星，还是平凡的素人，甚至是引领潮流的时尚博主们，都纷纷追逐这种颜色，它成为了他们眼中最优雅华贵的选择。杨幂近几年火出圈的穿搭造型，细数安可拉红色系的不同穿搭，可以找到好多装扮。酒红色大衣、皮衣外套永不缺席，国内外的时尚博主们也纷纷喜欢上它华而有实的内敛美。秋冬季节，大衣、帽子、鞋子都用安可拉红来点缀，完美诠释了时尚的轮回。然而即便潮流如此，若挑选的颜色不合时宜，或者搭配手法欠妥，即便它再流行，也不见得能穿出风采。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色彩，以及与个人风格相契合的穿搭方式。那么普通人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穿安可拉红？请大家继续往下看。一、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安可拉红穿搭？首先，根据个人肤色判断是否适合安可拉红穿搭。在亚洲，女性的肤色多为黄色、黄黑色和白色。观察周围的人，你会发现黄色肤色的人数最多，其次是黄黑色，最后是白色。大多数普通人的肤色都是黄色的。在选择服装时，人们通常希望自己的肤色看起来更白皙，因此安可拉红色的服装优势就很明显，它能够衬托肤色，让肤色看起来更加白亮。一、安可拉红色系，黄黑皮显白。由于安可拉红的色系属于红色调，但由于黑色的加入，让色彩的饱和度和明度变得更柔和，是属于常见的暖色调颜色，色调上偏复古，洋气不张扬，特别显高级感，会比正红、艳红更具有辨识度。因此对于黄皮、黄黑皮结合肤色特质的显白需求，恰好可以和肤色形成反差感，视觉上则会更提肤色，显白很多。比如将安可拉红与白色放在一起，在脸和色彩的比对之下，尤其是在自然光照下，安可拉红会更提亮肤色，显得肤感白皙透亮，肤色健康状态好，让大龄女性实现逆龄之感。二、安可拉红色系，白皮白上加白，血气更好。人们常说一白遮百丑，确实，拥有白皙的肌肤是许多女人的追求。然而，单纯的苍白并不能代表美丽，反而可能让人联想到营养不良或疲惫不堪。真正能够散发出美丽光彩的白，是那种健康而透亮、带有自然血色的白皙。这样的肤色不仅让人看起来充满活力，而且气质非凡，无论怎样搭配衣物都显得得体而高雅。安可拉红色在白皙肌肤的映衬下，更是能够展现出一种生动的气色，让人看起来面色红润，精神饱满。无论是选择大面积的安可拉红色系穿搭，还是像图中那样以灰色调为主，搭配一条安可拉红围巾作为亮点，都能有效地提升肤色的亮度，散发出一种时尚而高贵的气息。其次，
大量感五官特征的人更容易穿出强大的气场。大量感特征人五官的立体性强，集中性强，留白面积少，脸型轮廓感鲜明，长相明艳大气，一眼看去颜值就比较有存在感。比如刘雯、迪丽热巴、车晓等女明星就属于典型的大量感。大量感的五官配上沉稳内敛的安可拉红颜色，如果服饰选择也是比较大女人风格的极简穿搭，没有太多少女元素的加持之下，穿安可拉红色系也写满了生人勿近的气场。超模何穗身穿安可拉丝绒上衣，配上黑色裙装，哪怕笑意盈盈，但依然可以感知到她强大的气场能力，又柔又飒，美得更加真实。当然，也并不是说五官量感小，长相清秀俊美的女性穿安可拉红色系就不合适，而是要论气场的强大输出能力。我个人始终觉得量感大的女生会更胜一筹。孙怡和朴信惠两个人都是不可多得的大美女。孙怡长相甜美偏可爱风，朴信惠五官大气更显气场。两个人穿着同款可拉红套装，却一人以甜美完胜，一人靠气质更为突出，所以各有取舍。大家在选择这类颜色，理清楚自己要穿出什么样的气场和特征，再进行挑选会更称心如意。2. 安可拉红穿搭的高级有气场，重点在这些搭配细节。细节1，安可拉红穿起来显黑，减少和脸部肤色的距离。想要展现出安可拉红色的优雅与提亮肤色的魔力，其实并不难，关键在于巧妙运用视觉转移技巧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通过调整服饰的领口设计，来减少脸部与肌肤的直接接触，从而达到视觉上的美化效果。对于肤色偏黄或偏黑的朋友们，建议在穿安可拉红色系的服装时，尽量避免高领、圆领或堆堆领这类包裹性强的款式。相反，选择 V 领或 U 领这类露出更多肌肤的领口，可以有效地将视觉焦点从脸部转移开，让整体造型看起来更加清爽，同时也有助于肤色的提亮。此外，你还可以尝试将安可拉红色系的服饰重点放在下半身，就像杨采钰那样，将红色转移到裙子或裤子上。这样一来，不仅拉长了脸部与红色之间的距离，还能够营造出一种自然的显白效果。通过这样的搭配，你便能轻松驾驭安可拉红色，展现出它的独特魅力。细节2，善于利用叠穿，减少艳丽感。搭配的精髓在于层次感的巧妙运用。若是你觉得安可拉红过于艳丽，无法完美展现你的时尚品味时，叠穿技巧便能巧妙地扭转局面。它能将那些过于鲜艳的色彩和不太协调的组合，巧妙地转化为提升整体造型档次的点睛之笔。叠穿的秘诀在于单品的选择与搭配，比如衬衫、马甲和大衣的组合，它们能够恰到好处地平衡安可拉红色系的强烈视觉冲击，使整体色彩更加柔和，气质更加出众。此外，配饰的巧妙运用也能为叠穿增色不少，例如一条围巾、一条披肩，甚至是一条腰带。它们的叠加不仅能够遮掩部分过于鲜艳的色彩，还能提升整体造型的精致度，让你的穿搭更加时尚洋气。细节3，选择质感的材质，根据扬长避短原则挑选。若想展现气场，显得穿搭很高级、切合年龄感的搭配，那一定要挑选质感好、不显廉价感的面料，比如秋冬季节起球的毛衣、廉价感的大衣、缩水严重的针织开衫外套等，这些通通丢掉。另外一个细节，一定要根据个人身材特征进行扬长避短，显胖要拒绝，做适当调整。3. 安可拉红配色很关键，推荐这3种颜色搭配。技巧1，格雷系色彩搭配安可拉红，
格雷系也叫 All Grey， 是一种以灰色调为主的颜色。这类颜色的优势在于色彩极简、沉稳大方，不挑年龄和性别的中性色彩，和安可拉红的色彩饱和度有差不多的明度和纯度。这两种颜色的结合，就是极简搭配高级的有效碰撞，可以分分钟穿出强大的气场。灰色大衣配上格雷色系的内搭，这种组合也被称为安可拉雷色系搭配。这种搭配中，安可拉红作为辅助色，与大面积的基础色大衣相得益彰，特别适合肤色偏黑或偏黄的人群，想要展现时尚感和优雅气质，这样的搭配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当然，格雷色系的单品组合还有很多可能，比如格雷色毛衣搭配安可拉红的夏装。如果你觉得安可拉红色彩过于鲜艳，难以驾驭，也可以考虑将它作为下半身的亮点。安可拉红裤或者裙搭配灰色毛衣或者卫衣或者大衣，对于大龄女性减龄、优雅、时髦，一切都恰如其分。技巧2，美拉德色系搭配安可拉红。美拉德色系也被人们称为大地色系，包括了棕色、咖色、米色、橄榄绿等，这些色彩都是自然界中随手可得的美丽。每到秋冬季节，这个色系就变成了时尚爱好者们争相追捧的热门。美拉德色系的色彩明度通常较低，给人一种朴素而宁静的感觉。当它与安可拉红相遇时，便能将优雅的气质推向新的高度。冬季的美拉德大衣与安可拉红的搭配，不仅能够提亮肤色，还能彰显出一种高级的质感。将美拉德色系作为内搭，外面套上一件安可拉红色的外套，这种色彩的搭配既和谐又相互平衡。对于成熟女性来说，这样的搭配不仅减龄，还能展现出强大的气场。而黑色与安可拉红色系的组合，就像图中所展示的那样，如同一朵铿锵玫瑰，优雅而大方，非常适合中年女性借鉴和尝试。技巧3，浅色系搭配安可拉红。通常我们将浅色系类分成白色、米色、米白色、浅咖色、浅灰色等，有一点色彩但又不显眼的颜色。这类颜色和安可拉红搭配，减龄且洋气，很衬肤色又契合年龄感的穿搭，也是很多大龄时尚博主们常穿的搭配。比如安可拉红搭配白色，既可以是内搭的毛衣，也可以是夏装的裙装，重点在于颜色呼应，很好搭配。另外，也有一些人会觉得安可拉红色不衬肤色，或者颜色上比较老气，利用浅色系叠穿或者浅色系的围巾、披肩类进行点缀，也可以很好的平衡搭配效果，提升搭配的精致感。今年冬天的安可拉红，你可以这样穿。即便你对时尚趋势了然于心，也不代表每种流行色彩都能轻松驾驭。关键在于了解自己，灵活运用，才能展现个人独特的穿搭魅力。比如全身穿着安可拉红，这不仅需要内在的自信，还要结合个人气质和场合需求来选择合适的搭配。昨天一位朋友分享了他的经历，他买了一件安可拉红大衣，试穿时同事和导购都说好看，但第二天自己穿出门时，却感觉像极了大妈。这位朋友虽然跟上了流行色，但是他不了解自己的特点，只是基于色彩的单一思维去购置衣服，就容易浪费精力和钱，没有为自己带去更好体验。欧美女性天生就有一种强大的气场和出色的驾驭能力，在向她们学习的时候，我们得避免盲目模仿，不加思考的照搬是不行的。图中这位女士，她穿的那套复古安可拉红套裙，真是时尚又摩登。不过，这样的装扮不一定适合每个人。如果你身材偏瘦，这种廓形设计确实能凸显你的线条。倘若你相对来说比较丰满圆润，内在的展示力也稍稍弱些，
就会让人只看到衣服，看不到你的人在哪。你看到的可能只是这位女士穿上红色西装所展现的时尚气息，但事实上她的整体造型，从发型、发色到墨镜、高筒靴、包包和配饰，都与她自身的气质和自信的举止完美融合，这才营造出了那种高级的视觉享受。如果你还没能掌握如何驾驭大面积的鲜艳色彩，那就先从小处着手，慢慢尝试，这样你就能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，享受到更好的穿衣体验。安可拉红色裤子配上灰色羊绒 polo 衫，再搭配一双同色系的红色芭蕾舞鞋，这种简洁的搭配非常适合周末休闲时光。上衣的中性风格加上配饰和舞鞋的点缀，恰到好处地凸显了女性的柔美气质，整体看起来既自然又有品味。上班时，你需要一套干练知性的装扮来展现你的理性一面，而下班或周末逛街时，这种轻松自在又不失时尚感的着装方式，能让你感到轻松愉悦。当然，红色的搭配方式远不止这些，比如安可拉红色裤子搭配米色羊绒衫，又能带给你全新的心情体验。即便是西装套装，也可以拆开来与其他单品混搭，满足你生活中多变的角色需求。安可拉红今年凭什么这么红？美拉德宗的热潮尚未消散，安可拉红又悄然袭来。即便是那些并不刻意追逐潮流的人，也难以抵挡今年秋冬这股浓郁的酒香诱惑。当看到 Zendaya 这样的时尚先锋以复兴派的姿态，身着安可拉红的皮裙出现在众人面前时，我们便明白这个秋冬季节注定要被一场壮观的酒红色潮流所席卷。另一位深秋装扮的女主角 Sarah Jessica Parker 在欲望都市重启系列 And Just Like That 中也拎起了一个超大号的安可拉红口巾包，这无疑进一步明确了接下来秋冬季节的流行色彩。从纯粹欣赏美的角度出发，安可拉红确实蕴含着一种深沉而内敛的力量。如果说美拉德色系是还原了食物在烘烤过后的焦香甜感，那安可拉红则是在酒红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的黑色，仿佛是熬煮过的浆果果酱融入黑巧特调出的一杯酒。秀场。安可拉红，它天生带着女性的柔美，却也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力量，仿佛在静默中释放着深沉而含蓄的能量。这种颜色完美诠释了现代女性的坚韧与独立，难怪 Gucci 的新任创意总监一接掌大权，便从品牌的丰富历史中挑中了安可拉红，将其作为品牌新一季视觉营销的核心。在意大利语中 Ancora 意味着再一次，它也承载着仍然和更多的含义。选择这个名字 Sabato 的用意在于唤起人们对 Gucci 辉煌时期的美好回忆，让人们再次为 Gucci 倾心。同时，这也是一种对 Tom Ford 在上个世纪为 Gucci 创造的经典作品的默默致敬。在安可拉红几分陈旧感的底色中， Tom Ford 手下情欲撩拨的那些分味便得不再那么赤裸，多了克制的感性。1996秋冬系列的安可拉红丝绒西装是 Tom Ford 最有代表性及经典的设计之一。Gucci 的安可拉红营销能否塑造出品牌全新的世界观，目前还难以断言。回顾其他品牌对安可拉红的诠释，似乎有些更胜一筹。例如 Trussardi， 暗淡的红色与强烈对比的色彩相互碰撞，羊绒、真丝、皮革等材质在安可拉红的渲染下显得更加油润而柔和，交织出一种既柔美又不失飒爽的独特韵味。而 Kate 用安可拉红制造出了一种冷性感印象，硬朗的皮革、人造皮草与红结合，流动着暗黑神秘的气息，是气场全开的姿态。穿搭。时尚博主们总是能比我们更早一步捕捉到流行的风向标，
当大多数人还在思考如何将这股潮流融入日常时，他们已经轻松掌握了安可拉红的搭配秘诀，怎样以不流俗的穿搭加入到这波流行中。首选各种基础色系，热度一直都有的格雷系灰搭配安可拉红，就能很好的互相综合掉闷感。Cossia 在色彩比例上就把控得很好，它将两个都容易显老气的颜色调配得更显贵了。Elia 巧妙地将格雷系学院风融入自己的穿搭之中，她选择了一顶安可拉红的帽子和一件简约的 polo 衫，连球鞋也搭配得恰到好处。这样的搭配不仅展现了她低调的个性，而且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休闲时光，她都能轻松驾驭，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时尚态度。穿上蓝色牛仔裤，整个人都显得更加有活力。红色与蓝色的搭配是经典的色彩组合，将最浓郁的色彩作为内搭，外面搭配一条直筒牛仔裤，宽松的廓形能够中和安可拉红的强烈感，增添几分阳光般的活力气息。比起相同文艺属性的灰，没有架子且情绪能量似乎更异的牛仔裤是很宜人的穿法，也更显气色。美拉德叠搭穿法也相当心动，不同深浅的棕色系是过渡平稳的视觉享受，经典的就是使人安心的。没想到一抹低调的暗红竟能为棕色系注入如此丝滑的新鲜感呢。从上衣到裤装再到包带，这一整套的色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。Linda 的安可拉穿搭巧妙地展现了安可拉红的装饰魅力，它虽不张扬，却能恰到好处地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普通人最容易借鉴的，也就是把安可拉红当作装饰主义来运用，比如包带、鞋履，甚至裤袜当作全身的点睛。想要提亮肤色，不妨考虑入手一条安可拉红的围巾。这种红色单品以小面积出现，不会与任何色彩产生不和谐，反而能巧妙地成为视觉焦点。它不仅为你的装扮增添一抹亮色，还能营造出温馨的节日气息。佐伊达奇这组拍戏的路透就非常好看，麻灰色大衣搭安可拉红的围巾，完全不必担心流行时效性的新年穿搭，低调不外露，却透露着秋冬的愉悦氛围。红色围巾的款式众多，但若要挑选一款耐看的，建议选择类似安可拉那样的低饱和度红色。这种色调的红色，就像凯特·贝金赛尔在电影《缘分天注定》中所佩戴的那条，既不过于张扬，又不失温暖与活力。她所选的围巾款式细窄，既适合搭配西装，增添一抹不经意的优雅，又能在内搭毛衣时带来和煦而甜美的气息。这样的搭配既不会显得臃肿，又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女性的柔美与干练。围巾一摆搭不出错，换成安可拉红的包带，那可以再个性化一点。韩国小众品牌 Minute Mute 包带首推的个性颜色当然就是安可拉红，它最能体现出复古质感，有油润的漆皮款，也有更加暗雅细腻的丝绒款，都只选用了简单的银色五金做点睛，包型和色感的极简美都把控得刚刚好，文艺、可爱、复古的属性都能契合。不管这颜色叫安可拉红、车厘子红，还是酒红，哪怕它只是旧瓶装新酒的一种营销手段，它那经典耐看的特质依然能激起人们在搭配服饰时的尝试欲望。是 Gucci 让安可拉红流行起来的，而色彩的流行趋势其实也是社会情绪的一种反应，它所蕴含的复古、神秘、感性，也象征着上世纪80、90年代那个充满活力的黄金时代。安可拉红不仅仅是一种复古的追溯，它更多地唤起了人们对那个无法复制的希望的怀念。随着新年的临近，不妨多尝试一下，把这份愉悦的希望穿在身上吧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
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